大家有听过很多名人明星都设立信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设立信托吗？为什么信托越来越普遍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之前这些视频有提到遗嘱的重要性，为什么要立遗嘱？而这个视频有提到，单单只靠遗嘱会有什么问题？虽然遗嘱在家族传承的安排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但往往不建议把遗嘱作为唯一的遗产规划，因为遗嘱继承的过程中实在太容易发生纠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天性，当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富时，分得少的那一方会觉得不公平，而尽力去争取。只要继承过程中有一个继承人对遗嘱有异议，继承的程序就会停下来。在财产还不知道归属谁的状态下，闲空在那，然后就是长年累月的争辩。怎样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呢？就是设立信托。简单来说，遗嘱是根据死者的意愿一次过分配财产，而信托则可以延续死者的意愿，让他离开人世后，精神却存在，不用一次过用尽财产，能根据受益人的情况继续妥善规划死后的资产运作。信托可以有什么好处呢？转移婚姻危机带来的财富风险。婚姻是一场财富危机，近期我们也会发现到，离婚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离婚往往带来财富方面的问题，要有效地化解这危机，可以选择婚前设立信托，这样可以保护财产的独立性，避免婚后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转移子女随便花掉财富的风险。信托可以用来限制子女对财富的使用，有条件的使用财富，确保子女衣食无忧，同时激励子女发愤图强，不会因为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而整天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。例如，如果小孩尚未成年，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，让受益人定期接收遗产的固定金额，控制每个月的开销，还可以将财产继续放在其他能增值的投资工具，如银行定存或基金等，让资产继续增值。转移税务的风险。很多国家都有遗产税，如果你的国家也有遗产税，就可以通过信托避免子女交不起巨额的遗产税而放弃继承财产，防止子女上演争夺家产的纠纷。对于很多大家族来说，最担心的就是家庭的纠纷，子女争夺财产是常见的新闻，而信托就恰恰可以解决这问题。比如李嘉诚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将全部家产放入家族信托，妥善安排好财富的传承。信托可以保护财产的独立性，只要符合特定的条款，委托人在进行破产清算时，其设立的信托资产不会包含在内，委托人的债务也不会转移给信托资产的受益人。名人设立信托的例子。据报道，蔡依林将价值4亿人民币的资产放入家族信托，林心如也在婚前将财产装入信托。已经过世的香港著名明星沈殿霞为自己女儿郑欣宜设立了家族信托。梅艳芳也是运用信托来控制母亲和兄弟对钱的使用，防止家产被家人赌光或者挥霍光。信托具有很好的保密性，是一个财富传承很好的选择，可以使财富顺利地传给后代。信托通常都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，包括了知识或技术上的规划与分配，这样可以让毫无理财概念的继承者能根据监管的机制持续生活，也可以让委托人安心离开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可以采取合适的投资策略，也就是说，仅仅是信托财产每年投资产生的收益，就足够支持家人的生活开销，根本不需要动用到信托的本金。可能你们会觉得设立信托的价格很高，负担不起。其实，如果选择遗嘱信托，也就是死后信托的话，这遗嘱信托是在委托人死亡后，契约才生效，
也就是说，当信托公司开始执行遗产的管理分配时，才会从中收费。这收费也只是占遗产的小部分而已。相比之下，如果能避免让继承者挥霍花光财产，这费用是很划算的。如果你们也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你们的财产，妥善的规划财富的传承，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议如何规划与分配，可以填写下面的表格让我知道，我会联系你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 like 并分享给朋友们。想要看到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